Mark Rober 你错了，到底特斯拉的纯自动驾驶 FSD 距离我们多远？那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我们前一支换新版 Model Y 的开箱跟试驾影片。那本来我们是希望在那一支影片同时使用我们开箱的这个换新版的 Model Y 来测试它的 FSD。那原本是希望透过特斯拉的官方来做这个安排啊，但他们目前安排给媒体的试驾车啊，这些换新版的 Model Y 都没有被推送到 FSD 的软体。那同时呢，他们给媒体的试驾车可能自然也不会去开启这些功能，这样的测试好像有点危险。那所以后来我们安排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本身是特斯拉的前员工，那刚好他参与的工作呢是对产品方面有非常深度的了解。那他也刚刚离开特斯拉不久呢，本身也是一个特斯拉的车主。那我觉得更难得的一点呢，他是少数真正有深度体验过 FSD 在美国跟中国的表现。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 FSD 的这个体验影片，不单纯只是一个试驾展现说它到底表现怎么样，更难的就是有一个对产品有深度了解的人在旁边跟我们讲解说为什么这边做这样的判断，那还有他在这个视觉判断上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这些背后的原理呢，他就会深度跟我们的讲解。所以我个人觉得是真的还蛮难得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相信透过这样的影片大家看完之后听完他讲解，可以更了解说现在 FSD 的进度在哪，那会不会其实距离我们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近了非常多。那刚好最近呢，美国的这个非常大的 YouTuber Mark Rober 他们才上支影片，那也造成现在论坛大家都在讨论，到底特斯拉的纯视觉判断对比这个 LiDAR 来说是不是真正的安全。那我们这边还是要稍微讲解一下，它里面测试的算是辅助驾驶的 EAP 的部分，它用这个视觉判断的 EAP 去对比这个有 LiDAR 的 EAP。那其实如果你体验过特斯拉的 EAP， 然后再对比它的自动驾驶 FSD 的话，那至少我们自己体验来讲，这两套开车上面的判断，开车上面的这些行为跟这些模式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那他们其实对路况的这个判断的方式差异也是非常大。所以我个人觉得当然我不会说它的影片是不值得参考，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拿这个 EAP 来去判断说未来自动驾驶的表现或者是这个纯视觉到底会表现怎么样，我觉得并不算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看法。那至少我们自己体验过 FSD， 我们可以跟大家说真的不太需要去担心他们两者在基本的逻辑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那我们这个 FSD 的影片我觉得今天还蛮值得大家一起看，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OK，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就 Sam 就可以，可以说是前特斯拉的员工吗？还是可以，没问题。可以 OK， 那我们今天过来这边，我们特别就是想安排测试一下这边的这个自动驾驶，因为我们觉得说在这边城市里面的路况可能跟台北的状况会像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台北？我有去过，但在那边没开过车。你有什么？我们要下地库了吗？出口在，我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我其实是已经开始了，但我不知道它的出口在哪里。然后它会自己，它可能因为停车场不属于它的图库里面，图库里面，所以它要自己摸索。那我们要在这边可能会耽误蛮多时间。这个其实因为它地上标的线在往这边走，然后它就默认为这边是 OK 的所以跟它标的线有关系。它因为不认识这个停车场，所以它就要靠这些道线，还有它根据它看到的情况来做一个基础的简单判断。理解。如果要进到地库里面，那我们就要地库里面能逛一下午了，就一直可以在地库里一直拍，一直拍，它不会停的。我记得在这边好像自动驾驶开启还没多久的时间，特斯拉应该才有1周多一点。哇，所以我们算非常新的，就非常比较早的来测试。它现在目前是在北美也支持这样，就是完全你导航是错误的情况下，然后它会自己重新根据导航重新规划的路线，它自己来。但目前这个版本国内因为不支持直挂倒档，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一看这个掉头掉不过来了，它就会直接左转，然后进到这个停车场，在停车场里面转一圈。很美国式的做法，再从停车场里想办法出来。这是因为它目前没有倒档的原因。如果在北美的话，它这里就会做一个3点式掉头。这其实我们刚在进来车里面有讨论过一下，你有跟我们提到说，就是说现在这个全自动驾驶的系统，因为基本上 basically 都是在北美那个版本基础上直接拿过来的。那伊朗有在 Twitter 上提到过，用了一些网络上的 free 的这个没有任何版权和问题的这个视频，中国的道路的视频，然后再来做训练，然后有一点点的可能小优化，但是你看这里，他就会以为这一道自行车道是他自动驾驶的，所以这个就问题很麻烦。你看他还是会非常愿意去侵占，走到这里呢，因为挡住了，他就会往前探一探头 ，OK 安全。就过了。刚才因为他要踩那个自行车道，其实我可以不用管的，因为这里附近应该拍的没有那么严格。但
我还是为了这个少扣一点分的原因，所以每次在右转的时候，我都会提前看一下这里有没有自行车道。OK， 有的话我就先介入一下。而且这里大兴区呢又是自动驾驶的一个实验区，这里你会看到路上蛮多，路上会有你能看到一些架着激光雷达的车辆。对，我们刚才然后再做测试。我刚看到这个车道换的这个非常的自然，蛮自然的，非常的自然。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他们自动驾驶。你看像这个它就要完蛋。走左侧3车道。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地图给它的信息就是红绿灯直行。你看到我们这里显示的很精准的，对。但是呢，其实地图给到自动驾驶的信息就是前面路口直行。OK。然后呢，它就会根据自己的习惯走哪条路我能直行就 OK。所以它经常会不听你听到的语音的导航指示。对。这个就其实蛮烦。然后呢，另外一个小一点的问题，这个它处理就很好。小一点的问题是中国的道路在前面，注意走到前面，我给你看，那个有个蓝色的牌子，你看到了吗？对，高处那个牌子会给你指示前面这个红绿灯路口哪个车道是怎么转。对，这个在北美好像是没有的，很它会很前，很早会在地上标，对，不会这样架一个牌子，所以它不认识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走错，明明你一看这个牌子你就知道怎么走了，但是他会走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视觉辨识还没有去学习它。但这些其实我都讲的都是它的 drawback， 就是它的在中国，尤其在北京目前的体验上的一些缺点。但是你从目前上车到现在，从我启动到现在，其实它开得起来很像一个人。对，真的很少的机械感。对，没有顿挫。然后一会儿呢，我不知道会遇到哪些道路情况，你会感觉到他非常的自信。对，就是我可能违规了，但我很自信的能帮你抵达到终点。违规。你看这个，换一道来，他知道前面有一台车，他就先换到这道。对，他觉得这一道会走得快一点。这个就很人类的开法。对，然后也很，你看这个加速减速，它也非常的平滑。这个这个真的是非常细腻的。对，在北美那边，我在美国那边开了大概1周左右到10天，基本上其实我都在用它。因为第一，美国的驾驶规矩我不是很熟。第二，有些道路线，如果因为你要看导航嘛，然后看路面，有的时候你会担心会错过哪些路口。对，因为你会不自信。那我用它就会起到了一个很神奇的效果，就是这辆车在教我怎么在当地开车。你能理解这个逻辑吗？对，我能理解，就是当地人的开车习惯以及他们的法规是怎么样。比如说他们有很多 stop sign 那里停下来，有些是4个方向都要停的，有些是2个方向的，停下来要停多久，谁先让谁，它是有一套规矩的。有一个规矩，对。但你其实即便你去 Google 上面查过，哪里查过，你不一定在那么时候能很快的反应出来。这个提速也是非常的非常自然及时。然后用 FSD 我开了2天之后，我基本就熟悉北美当地的开车规矩了。我觉得 stop sign 这一点真的很有趣，因为在台湾也一样，也有 stop sign 都没人停啊。对，在北美会罚款的。对，而且马上警察就出来了。对，而且他们那边呢又不像大陆这边，因为你看满街都是摄像头。对，其实你一违规直接就拍下来了，那么你手机就会收到账单，就这么简单。但是在北美那边的风格是，他没有那么多摄像头去拍你的违规，所以他经常是哪里蹲个警察。对。对，所以你就要赌那个万一。对，赌那可能性。对，而且在那边如果你 stop sign 没有停的话，可能路人你旁边的周围的人，大家都会有一点像判官一样，像有一点对，你怎么这样审视你的，对，会给你投来很奇怪的眼神，会喇叭你。还有像你刚刚说4项这一点，一定是先到的人，先到先走。对，如果同时到，让你左手边。对。然后这个东西就有时候我就会很懵，有很多车啊，那我们俩是不是同时到的？2个人就会坐在那个很久。但是有些时候他们因为默认这个规矩是美国很强调路权嘛，这他自己会在这边帮你回转。这个会，因为这个位置不涉及到3点式掉头。OK， 好，我蛮好奇他回转做的怎么样。你看，他是因为刚才那个左转灯红灯了，他就不敢左转。但其实刚才地上是虚线，它是可以左转，可以掉头的，不可以左转的。所以像这些规矩，因为各个地区的不一样，所以它就很前面这边蛮有趣，因为这台车有稍微凸出来。没有，它要进停车场了。它会进停车场。地库的话，它会安全的在地库里面溜圈。OK， 但它不一定能找到出口，不一定出得来，因为那边就是还是第一这个路线规划的问题。我看美国那里，因为毕竟他们大部分都是可以存数据嘛，对，所以他们可能在同一个停车场里面绕个1-2次，他们自己介入个1-2次之后，再回去同个地方，他们就会知道怎么出来。他有时候会有 learning， 就是及时的 learning， 他下一次不一定还能处理得到，但如果你这一次开的时候
它是你帮他处理这个问题，他好像会 learning 一次。因为我发现他在中国的时候，有时候在特别拥挤的道路上去变道的时候，他就会去试探后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通过端到端的驾驶学会了这种及时的 learning 的功能，但是他的确会，就是在北京大家变道都不打灯的。对啊，然后呢？他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发现这样先试探一下后车没有加速过来的可能，他就转向和打灯同时进行，其实是不守规矩了。对，但这样会提高了通行效率。好，那我们这次拍这个换新版的 Y 那我们特别就是用这个360的相机来拍。那当然除了 Ace Pro 2之外，我们这个360为什么这种相机拍起来很重要？因为我们想要看我们车外的情况，像我们现在，我们从想要拍到车尾啊，或者周边的环境，然后看它行进的路线。那这种时候，这360的相机，它可以用一个像这种上帝视角的方式来拍。那但除了这个画面呈现整台车在行进的画面很漂亮之外，那如果我们在行进间，像我们刚看到有些碎震的情况，那它也可以随时记录到我们的路面，然后再结合其他的相机，我们就可以去截取说，什么地方要用什么画面去拍。那因为它同时拍到的景很广，那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播给大家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看到它车前的状况，然后随时切换到车侧的状况、车后的状况，那甚至是要直接展现给大家说，我们现在周边环境的状况，这一台相机就可以直接办到这么多个不同的取景。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拍车的话，用360的相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那另外这个是车外的情境拍，你今天要放到车头也可以，你也可以拍车头啊，现在在前面的状况是怎么样？那这个也是看今天要怎么架你这个相机的方式都可以拍。那另外我们等一下会晚一点去，我们也会体验这个自动驾驶的地方。那自动驾驶的时候，我们不管今天要车外拍，或者我们架在车内拍这个乘客的反应啊，或者说可以随时看到他车内萤幕，还有前车的状况，有什么突发的状况，车切进来，然后它自动驾驶怎么反应，都是一台相机就可以同时拍到了。我们可以截取不同的画面给大家看。所以这个360相机，我觉得我们在拍车的这个状况下面，真的是帮助我们非常大。OK， 那像你刚刚现在提到说，在美国那里他们数据可以存嘛？那在这边没有办法存的话，那你长远起来，你们看他会怎么去学习他的自动驾驶？因为如果他没有办法去储存这个数据的话，目前Elon在 Twitter 上提到的呢，还是利用这些公开数据想办法进行。因为你会注意到，我这次如果你看我现在没有目的地，它其实是能开得很好的，它就是因为对中国的交规和道路规划不够熟悉，不知道大家都是什么风格，才一直出的这些就是一些小问题。对，你看现在它是没有目的地的，那它就会随便走，在保证安全、保证符合交规的情况下，它随便走。其实这不错，你有时候开车出来只想兜兜风，对，兜兜风，没有目的地，想一想，对，想事情，这个就 OK 的， 它都能实现的。 OK。 如果了解这个 AI 的端到端的这个训练的话，其实是因为它的主干可以这么理解，你培养了4年，培养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对，你现在只是需要让他去学习一个新的规矩，新的规矩，那么你不需要那么大的算力去跑，某种程度可以把某些东西摘出来。对，即使是端到端，其实我之前在看一些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不确定这个完全对不对，就是可以拿一部分其中的模型出来，然后单独对它的这个交规的部分让它都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它的学习速度是很快的，也不需要那么大的算力，你不需要整个把所有的这个标注的所有的信息，或者说整个视频扔给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学。另外一个就是还是在本地可能需要建一个大一点的计算中心，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像这个问题，你看他怎么会怎么处理？对，这现在前面刚好有一个车祸的问题，那他觉得右边是可以过的，因为别的车子从右边过，那这里出了交通事故还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会绕行，然后这个电动车呢，我会这边前面有个机车要出来，所以他就有点停住，对不对？你看，然后机车现在要逆向，然后他又停住了，然后这边有个机车要插出来，对，所以就很麻烦。像这种情况，他就会很犹豫。那我自己来吧，接管吧，因为还有警察，他们前一段时间在北美那边显示出来的，他其实连警察都会顾及到。另外，他会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辆会特别友善。就比如说电动车从你面前，你看它马上要过了，对，在马上要过的时候，或者你跟别的车在交汇的过程当中，它就提前就已经在启动了，在动了。
对，然后等它一过去，直接提速就走了。它不会说完全停，它不会停死，慢慢停完，然后再滑过去，就不像一个人类在开车。其实他刚刚在经过那个车祸现场的时候，他还是有点迷茫的。对，有点。可是我觉得一开始他在进入的状况也蛮人类的，因为他们也完全就没有看清楚，也没有一脚就刹停了。对，他就先慢慢滑行看一下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要怎么走。对，所以你在这边这一星期来，你都用自动驾驶吗？如果它的路线牵扯到市区很多很多的话，我可能会用它来帮我省一些力气。如果是走高架线的话，我也会用的很多，因为它现在在高速上的表现会比以前更好的多得多。在现在升级了这个版本之后，它其实是高速和城区是统一一个自动驾驶的版本。那就会好用非常多啊！而且以前的这个 NOA 在北京的几个环线上面，以及北京市里面的几个高速里面都不能用，这个又牵扯到一些各个地区的法规以及所谓他们觉得数据安全问题。掉头。哦，那我现在掉不了头了，他这个转向打得我非常心慌。我们现在在直行道上，他不认识这个直行道，他想要直接转过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人的观看还是需要介入的，还是要注意一点。主要是这个车道的问题，它还是不太熟，而且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是异形路段。对啊，不是异形路段，就是异形的红绿灯，就是它的红绿灯就不是都是标准这样，有在地上放的，有可能在别的位置伸出来的，有一些是自行车道斜着的能过的线，就反正他没见过的。理论上数据没有给他的，他都不会识别。这个回转道稍微小一点，看他怎么处理。他不动了，这个就不行。我自己来吧。OK。所以刚那个比较怪的，他就可能比较。他没有倒档的情况下，他每次掉头都要判断这个路到底够不够宽。对。这个他就很痛苦，可能光视觉上面还很难看得出来了。对道路又没有这么了解的话，这可能也是真的等到他学习数据量要够，他就知道说，这边回转是 OK 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他要有倒档这个功能，你才其实能够去真正解决。一旦道路不够，像这个黄灯，在北美的话它就会闯。但是这个版本 V13在北美。其实已经可以，你进到一个死胡同里面，他会想办法自己挪出来。3.4这样子。对 ，OK。所以这个就是单纯法规，可能等法规过了之后，这是一个问题。出来。你看，像这个自动驾驶的车就很有趣，它居然直接插出来，对，它居然是这样出来的。红绿灯直行。当然，它这个也就很中国式的车。对。其实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如果。很多中国的这个道路数据遇到的这是 edge cases， 其实都是很多都没用的，只有一些部分的场景才有用的情况下，那哪些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你到底是为效率，还是为守法规，还是绝对的安全？对，其实它是一个三角板，一个平衡，只能找到一个平衡。而且 V13这个版本还有一个小的比较棒的点是，它用这个摄像头来观测我有没有认真在看道路。没有发现全程我其实是没有扶方向盘的。对，不扶可以，可是只要你有在看，但你有在看，我如果不看，它就会提醒我。但这里还有个蛮有趣的地方，你在台湾用的话。用 AP， 如果它提醒你，其实你掰一下这个方向盘就 OK 了，或者你有时候长时间掰着这个方向盘，安全角度是不可以，但其实你玩它系统还在运行，骗过它。但这个不行，它提醒你了，你揉一下，它这个时候就会特别敏感。如果你只是扶着方向盘，保证那个检测的时候你能动一下，你还在低头，对，或者你还在这个里面倒。会直接帮你禁用掉禁用5次就可能有1周2周就不让你用了，所以就是蛮精准的看到你就看到了，就绕行，这个蛮厉害，非常自然。他知道前面有在修路，就停先换过，对他都能看到，这里其实都看到了，他把它设定在那个车，包括一些异形障碍物，他大概都知道。这里有东西。那这样以特斯拉来讲，你跟这边其他的自动驾驶的厂牌，你有做过比较过吗？我自己没有亲自做过比较，我有体验过1、2家，我也看过大家各个媒体发的一些综合横评。就其实目前来看，基础能力最强的还是特斯拉。毕竟2个点嘛。第一个点是目前整个这个自动驾驶，尤其是量产车，不说那些像 Waymo 他们那些比较封闭式、比较自己在做自己的，那量产式的这些 OEM 厂商，也就是做车的这些厂商，在搭配自动驾驶的，基本上这几年其实都在 follow Tesla 所踏出来的步伐。对从最早的这个神经网络到后来的 BEV 到 Transformer，
到后来的这个端到端，其实大家都在 follow 这条路线。当然了，那这是 AI 这个领域里面，尤其是所谓视频识别、视觉识别里面，大家比较统认的一条路。目前的各种前端的、前沿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paper 论文也是在讲这些东西。其实是先有 paper， 那他们的工程可能性觉得可以，然后利用了这些新的算法或者是新的这种模型，这是第一，它是 follow 的。第二呢，其实是因为他们明显，第一没有特斯拉的车多，对，那在特斯拉起步模型比你早，那数据量又比你大的情况下，它基础能力肯定是更扎实的。对，他们会很多在一些小的点上都能体现出来这些扎实的部分。对，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一直我们在讲的，就是那其他几家在大陆这边的车企，那他们的优势是他们能知道更多适合中国路况的数据。对，那他们的车明显在应对一些很中国的这个道路状况的时候，他们就会处理的明显更中国一点。对，但就是基础能力还是特斯拉更强。另外，你平时在自己开的时候，其实这个车蛮有意思，为什么你能无缝的就正在开，你突然能开 FS， 它直接就走了？其实是它一直在计算。手动开你会看到这有一条线，对，那个线就是 FSD 思考，如果是他会怎么开？比如这条路，他觉得应该这么走 ，OK， 这么走。那这里其实提到的就有一个，就最早的 AP 模式里面 ，Tesla 就有一个叫影子模式 （Shadow Mode），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他也在思考。对，那你开的和他不一样的时候，那这个就会做一个，这叫什么？打一个戳，对，记录一下这个时间点。那这个时候车辆收集到的数据就有学习价值。他这边就可以知道说，你开的跟他判断的差距在哪里？对，就是为什么人类会这么开， OK， 或者说，如果需要手动标记的话，那么那个 AI 的那些手动标记员就会在海量这个数据里面找到啊这一段数据，这个值得他学习，那把这一段视频喂给他。录下来的数据95%甚至98%、99%都是废数据，就是没有价值的数据。你需要给他真正需要让他学习到 learning 到的部分其实是很少的。那从海量的数据里边筛选出来，到现在几乎进入到半自动或者全自动，那这个其实是对于后来谁发展的越快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节点。走右侧车道，即将右转，右转进入运肯定要城街，压线了，然后他要走自行车道去右转，他真压到自行车道，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自行车道右转是可以借用的， OK 的，对。然后这里又是自行车道，他又要走自行车道了，因为他不认识自行车道，他以为就是其中自己变过来了，这次还行。然后他每次右转就非常谨慎，他就只转到他的那个位置，他就转到他自己那个位置，他不会说有些人右转弯会转非常大嘛，对，那这个就既不安全也不好。当然他太恪守成规，就这么转。还有可能是因为那边的道路很多地方其实都挺窄的。对，其实这很有趣，因为其实，在导航系统上面，它刚就有提醒说有自行车道，有什么车道不能压线，可能会违规。但这部分好像目前跟它的自动驾驶是没有串联在一起的，因为导航系统知道，但是这个自动驾驶判断上好像还不知道。你看这个也是，它其实规矩上是必须让直行的。对，因为前车挡了我们的视野，那他就以为没有，就往前走，走到一半发现已经被挡住了。对，那他就停下来等。你看刚才那个车还等我过，没错。那其实他们更有路权，他的优先级比我高，我必须要等他。对，你看这个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变道，有些时候也蛮奇怪。导航提醒你的是走中间车道，但是这自动驾驶因为听清楚这个地图的数据其实只给他的道路口就是直行、左转、右转、掉头、进匝道、出匝道。你可以理解为你副驾驶坐了个人，跟你说这儿直行，对，剩下的你自己琢磨。你是站哪一道，你怎么走，你自己想。他这么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马上要进入环岛，要右转，所以他先靠右。他的判断是这样，他要往右先靠一靠，不然从那里进环岛可能要再插过去，不好啊。他就先靠右，这可能是他的理解。好有趣，就有时候我在这开自动驾驶，我其实是在跟他猜他在想什么。其实自动驾驶已经预先判断到这一点了。对，而且我们环岛不绕一大圈，我们是直接就出去了。对，即将进入环岛，所以他会进环岛，马上就要出环岛，他就走这一道，那是正确的。他判断圆环的方式还蛮聪明的然后每到路口这种，他都会
做一个大的俯视。这边呢，我们就来实际让大家看 Insta360X4 拍摄的画面，你就能理解呢为什么这次拍摄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需要用这台相机。首先，因为我们架设上已经对好了前方的驾驶面向，在一开始得到的档案就已经是我们最主要需要的画面了。可以看到特斯拉前萤幕，这样是为了看清楚车上电脑如何辨识周遭的环境、人车，那还有自动驾驶是否有开启，同时也能看到它的路线是怎么判断。而因为 X 是直接全景拍摄，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前挡玻璃外的状况，就可以展示驾驶所看到的路况是如何。这样的拍摄取景对我们而言非常的方便。另外，因为360全景拍摄的特性，我们在影片做后置时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素材使用。我们先导入到 Insta360 Studio 里面，就可以做更多的调整。比如说这一段我想看旁边的车怎么插入，我就直接用滑鼠把它转向右边，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侧边车的动向。再来呢，前面要回转时，我想看自动驾驶如何计算角度，那我就可以把镜头转向左边，看看它回转角度驾驶的如何。再来，如果我想要有一段在行进间一个画面可以同时看到前面的路况、左右的路况，我可以直接 zoom out 让它看到将近270度的画面展示，这样我就不用再切换不同的角度。那以上全部都是一台相机就可以办到。那这对我们要拍摄汽车的开箱到这次自动驾驶的体验来说，真的是超级的实用。另外 X 还可以拍摄 8K 的高画质全景影片，那对比 5.7K 的全景影片来说， 8K 的画素增加了 78%。比如我们要拍摄车外前后轮同时转动的场景，这样当我们在取景影片就可以得到更高的清晰度，达到了单眼相机的水准。这次除了自动驾驶的拍摄之外， Insta360X 相机在日常旅游使用也是非常的方便，它可以消除自拍感，让你日常拍摄 vlog 的时候就可以很自然的呈现，仿佛有人在跟着你拍摄。另外有很多创意的玩法，像是子弹时间，它使用120帧拍摄，可以用这种很特别的角度看到四周的环境。那也有 Hyperlapse 用缩时的方式来拍摄，你就拥有一个全景的缩时摄影，可以截取不同的角度来观看，像这个周遭的大楼的环境。Insta360X 全景相机，不论是这次的试驾拍摄、自动驾驶的记录，甚至是外出的 vlog， 都是超级的好用，一台可以抵多台相机。那现在3月20号起刚好有春季85折的大促销，当然我们观众用频道的专属连结，还会再额外赠送隐形自拍杆或荧幕保护贴，我们连结就放在下方，这样的优惠直到月底为止哦。它会很及时，然后赶紧左转，快左转。哇，这个蛮厉害的。但是这个在国内其实是算违规的，因为你连续跨多个车道。这边的话是从这边转吗？还是不是？对，他不认识这个掉头灯，他不认识这掉头灯，这就是问题。这些小问题看起来不大，但确实你如果不注意，就是一个闯红灯。对，这个回头也是要等那个掉头灯绿了才可以。而这个掉头灯，几乎你遇到的15个灯里边，20个灯里都遇不到一个有掉头灯的。对，有的路口左转绿才能掉头，有的地上线画的虚线红左转绿也可以掉头，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标准可以去。因为我本身自己是不是很爱开车的人，真的是蛮期待、直接启动让它自己来了啊，自动做一个很漂亮的回转啊，这个非常。真棒！进入环岛，走第2出口，进入荣华南路。走第2出口，我看他怎么判断。这里博弈就蛮有意思的，这边就是重点，车很多。3车道，通过当前路口后，看它的圆环怎么决定。自动驾驶对，自动驾驶，前面还有一个自动驾驶的车。所有车道都可通行，即将进入环岛，走第2出口，进入荣华南路。还堵车了啊！这个不错，这个画面就看它，哦，他知道这边还有这个不是，是因为堵车的情况下，在北美你是不允许踩这个线的。对，没错。前车离开了这个区域，给你腾出来了，你才能动。所以他那个判断也是蛮遵守规矩的一个判断，我觉得。他是很规矩的，但是你面对不规矩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不适应，但他还处理的还可以。好，我们现在要出去，右边有车。这个圆环判断的很好。然后，因为我们在最左边的这一车道，所以我们往外出的时候要靠近这边这一道，就很舒服。这个判断的厉害哇！对，这个漂亮，而且还守规矩了。在守规矩，对。但在就是大陆这边开车，像刚才那种不进入路口，对，这很多都做不到，因为你不进入路口，后面还会滴滴你。对，为什么不走呢？你要憋下一个红灯吗？对。大家在拥堵的情况下，为了通行效率，都会往前挤。但其实你那样挤的话，一旦你变成红灯了，那这个方向的车就动不了了。没错。经常会出这种问题，就是反而影响了综合效率。我觉得我在北美开车的时候，最大的一个
一开始是不理解，后来理解的一个叫加州那边有一个法规叫做 Follow the Traffic， 比如说这条路限速55迈，那大家都开60迈、65迈的时候，你要跟上，不然你就成了阻碍大家交通的那个人。对。那他罚的时候会罚最前面那个人。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过来这边测试这个自动驾驶比去美国拍还有意义，因为我觉得台湾未来的自动驾驶开启后会不会真的实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让我们先去看看说它是怎么去判断。对，因为像美国那样开车，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是日本跟美国跟欧洲这样开车吧。对。你一般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国家还是有他们自己比较随性的一个开车的方式。那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守规矩人被按喇叭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自动久了，我们也会就是不会去守规矩了，因为会按喇叭。对，我有听到一个我朋友说啊，那你这更新了 FSD， 就是他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啊，那现在我起码那我是更不能玩手机了，那还有什么价值？我说这个微微的绕行，非常的细节，对，没有说我要等着，我要减速太多，因为我这个绕行既不影响他人，对，又比较安全，旁边也没有车，轻轻微微调一下就很舒服。虽然看得真的很远，他还会看说别人的车头有没有减速，然后去看左边的车有没有位置，让这个车过去。这个可能都比我自己开的还要好了，他看得非常清楚。对，然后变道、直行道。像这种就是体现出他一个作为一个司机非常基础能力的部分，他非常的自信且丝滑。目前体验到现在，我觉得已经算是80%，我觉得有80%，对，非常成熟。因为你不在驾驶位上，其实你的感受还差那么一半。对，就是如果你在驾驶位上，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知道他偶尔会犯这种违章的错，但除此之外，他能很快在我使用过的他的时间就很自信。我给你讲个很真实的故事，就是我老婆开车其实很一般，前两天她带朋友一起出去玩，开这辆车，然后呢，她开的把她的朋友都觉得很紧张，她就问我你这自动驾驶怎么启动？我说摁那个键。然后呢，很有意思就来了，她开过之后，她告诉我的反馈就是她开的比我好。刚好那天是周末，因为周末的话，北京的公交车道是可以使用的。OK， 我也不用担心大违章的问题。对，不用担心扣钱的问题。他除了他闯红灯，我老婆肯定能反应得过来。对，那其他的都是小问题。他就一路50多公里从北京的西北边开回来，而且他是一个没有用过自动驾驶的。北美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出去玩，他有看到我在用。对，全程他在副驾驶上，他有看到我在用，但他本身没有体验过。OK， 也就是说，他很快能让一个这样的人能够信任他。或者很快能觉得他真的能力可以，对，我对你有了 trust， 我对你有了信任，那我才接下来敢继续用。就是他使用自动驾驶时候，我蛮紧张的，对，因为我担心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接管。但实际是开回去了，他给我的形容是，包括他朋友说的，反正比你老婆开的强。这个是一个既开心又不开心的话题了。对，就是这个位置就很危险。这个位置为什么危险？比如说左转红灯，我直行绿灯。对，你在北美，你有绝对路权的情况下，你可以按照限速过。对，在中国的法规是遇到人行道，你必须减速。OK， 那遇到人行道必须减速，并不是可怕的部分，可怕的部分在于有人会有骑电动车横穿。OK， 他会无视行人的灯。他会直接横穿。那么刚才我们以50多的速度，虽然我们有路权，我们直行，如果碰到一个闯红灯的，我们就很麻烦。刚才左转我觉得转得很好，非常好。这个会直接这样开进来。是的，没有问题的。靠右直行这体验真的是不错。就也有让人紧张的部分。我觉得紧张的部分比我预期的少。是这样，因为我在看国内这么多5、6家、7、8家媒体，5、6家吧都在做评测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接管都是因为走错路。OK， 就是因为要么这一道是个右转道，他想直行了。OK， 比如说来不及变到直行道了，或者要踩实线了，或者走自行车道了，会接管。Okay， 安全性接管一次没有，就会让你觉得我再不踩就要出事故了。没有。对，我们以这纯安全性的角度去看的话，基本上没有需要去。就这一路，今天下午这1个多小时，起码是没有遇到一次，我觉得是有风险、有安全，甚至我觉得他既比我谨慎，也比我看得清楚。像那个右转要看一圈车，对，还要走，还要怎么什么时候变道，他其实很清楚。包括那个从出来一直变到最左边。
它那其实会比我自己判断的还要快，因为我要这边看一下，这边要两边扭头的，没错没错。那它其实镜头随时它哪边都看到了。那这个我觉得自动驾驶已经很快就会，像他们说比人类开得好，那这个我今天体验过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有在一定程度上比很多场景下比人类开得要舒服了。而且我们人类有很多不同驾驶开车的等级，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比80% 的人开车好。OK， 然后我们今天体验自动驾驶啊，非常感谢 Sam 带我们就是做了这个算蛮完整的体验。以我自己现在目前体验所有碰到的状况来讲，我真的觉得就像刚刚讲，比80% 的人开的都还要好。那我也觉得比我自己开的还要好。尤其到我已经到一个新的城市，很多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开的时候，我至少觉得像我开的很谨慎，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开。对，那我觉得刚很多的判断，它其实比我顺畅太多了。好，那我们台湾的观众我觉得大家期待一下，我自己这样自己体验完，我其实就是想要知道说，在这种复杂的道路环境下，它多久可以达到，就是可以开启自动驾驶这一点。那我觉得台湾距离非常近了，我觉得这样做完这一趟非常有信心，大家可以期待一下。OK， 那谢谢 Sam，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喽。好，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